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中国轰20现身菲律宾，背后隐藏着什么？美军为何紧张不已？美国战区军事网站近日称，一位美国风景摄影师在菲律宾圣马格达莱纳岛附近准备拍摄日出时，意外发现一架神秘飞机的行踪。这是美国尚未解密的 RQ-180无人侦察机，还是更神秘的中国轰20隐身轰炸机？报道称，暂时没有在这幅照片上发现伪造的痕迹。从照片分析，该机采用飞翼布局，机身呈菱形，机翼细长，似乎装备有2台发动机，有着非常明显的隐身特征。但不同于目前已经公开是任何一款飞翼布局的隐身飞机。报道将这架神秘隐形飞机的可能目标锁定在中国和美国身上。一种可能是美国的 RQ-180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根据目前已知的少量信息，这种高度保密的无人机正处于秘密开发阶段，但有可能已经非常有限地投入使用。美国航空周刊猜测，这种大型无人机的尺寸和航程与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相似，能连续飞行超过24小时。另一种体积更小的 RQ-170无人机也有可能，但该项目已经停止，而且它的航程偏短，并不适合在菲律宾周边执行侦察任务。报道认为，另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的彩虹七等无人机，或者更神秘的轰20轰炸机。彩虹七的设计与 QR-180非常相似。此外，中国的一些无人机项目已经进行了多年的飞行实验，还有一些肯定仍处于保密状态，而这很可能导致了这次神秘目击事件的出现。讽刺的是，该报道虽然认为轰20还处于研制阶段，目前并没有进行试飞，更谈不上在国外执行任务，却坚持不排除神秘飞机是轰20这种可能性。美国的军事媒体臆测飞行器属于中国，意图无非有二：第一是嫁祸于人，转移视线；第二是主动设置议题，试图钓鱼，想借中方对此事的回应，获取相关重大军事装备项目的相关信息。醉翁之意不在酒。问题来了，如果这架神秘飞机真是属于美国，无论它到底是什么型号，此行显然都具有非常神秘的色彩。报道称，该机很有可能是利用夜色掩护，从美国内华达州著名的51区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爱达华兹空军基地起飞，执行极长时间的飞行任务，最后降落在印度洋上与世隔绝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后者已配备特殊设施，维护 B-2隐形轰炸机的进驻，显然也可以用于支持 QR-180等隐形无人机。从拍摄时间判断，该机的飞行路线经过精心策划。它悄悄经过菲律宾时正值日出时分，选择在这个少有人关注的时刻经过最后一个主要人口聚集区，然后进入杳无人烟的大洋深处，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被发现的可能。另一个部署地区可能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但关岛人多眼杂，对于需要高度保密的隐形无人侦察机来说，可能过于引人注目。它到底是什么型号？值得关注的是，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当天的几乎同一时间，菲律宾空军曾经出动战斗机，试图拦截一架靠近菲律宾领空的神秘不明飞机。菲律宾当地媒体称，菲律宾防空控制中心发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正朝菲律宾领空飞去。这架不明飞行物在21000英尺的高空以及265节的速度向东北方向飞行，没有在无线电频道应答。菲律宾空军出动韩国制造的 FA-50轻型战斗机，以最大速度朝着不明飞机的方向飞行。约4分钟后，不明飞机转向北方，并将速度提高到400节后离开菲律宾领空。FA-50战斗机随即停止追踪。假如这2起事件中的神秘飞机为同一架飞机，那么它的飞行高度和速度并不符合无人战略侦察机的特性，更类似一架战术飞机。但如果是普通的美国军机，又为什么会在菲律宾面前如此鬼鬼祟祟呢？另一个问题是，它是在执行什么任务？战区网站提到，几天前，美国、英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刚刚在菲律宾海举行了大规模联合演习。这架神秘飞机被发现时，监视该演习的中国军舰可能还没有离开，这引起美国的高度兴趣。无论真相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南海上空的魔影并没有停止。
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近日，美国媒体再次就中国轰20轰炸机飞行距离进行了预测。据该媒体表示，他们根据国防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来推测，该轰炸机飞行距离可达到8500公里。换句话说，它可以很轻松的一口气从中国抵达夏威夷海附近。不过，就我国媒体来看，美媒这番预测应该是他们随意杜撰的。美国媒体很有可能是想用这一消息来引发国际恐慌，从而挑起中国威胁论。这一举动也间接地表明了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防备心理很强。美国媒体之所以会如此关注轰20轰炸机，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得知现如今中国军事实力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但是他们必须要保证自身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遏制中国发展，美军需要挑起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关注和警惕，从而对中国实行围堵。并且不少媒体猜测，现在我国战机的隐身能力和载重量已经经过了多重检测，轰20应该也装备了这些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宣布了，中国空军历史性的跨入了战略空军的门槛。要知道，迈入战略空军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底气，是不可能突然宣布的。也让很多军迷猜测，是不是已经期待的轰20要有什么消息？中国空军发言人郑重宣布迈入战略空军行列。当然，之所以这样宣布，固然有歼20、运20、运8、运9特种机各种预警机的功劳，但是成为战略空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远程投送能力。这种能力简单的说，也可以分为2类，一是投送物资、人员、装备的能力，这个通过运20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国内军事人员赴国外演练、参赛都是用运20。二是指远程投送火力的能力，具体到空军，当然包括基于空中飞行器的远程战略轰炸能力，而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轰20战机。毕竟有了这款远程战略轰炸机，国内和西方空军武装力量相比就没有任何短板了。而结合这次在航展来看，本来就要展示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空军力量的建设成果，这也是本次空军参加航展的目的之一。那么军迷也在猜测，这次在航展发布会上宣布迈入战略空军，会不会在航展过程中展示轰20或者发布相关的消息呢？虽然展示真机的可能性几乎为0，但展示模型、视觉内容或者公布相关消息之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毕竟珠海航展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和平台，可以迅速将轰20的新型装备的威慑力传播出去，而且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感觉。毕竟航展不就是展示新型航空器的吗？其实从轰20概念图片出现的那一天起，这几年来军迷们无不翘首盼望轰20，耐心等待轰20的出现，不必操之过急。不过在珠海航展上的这声迈入战略空军，还是点燃了希望。难道轰20就要好事将近了吗？真的是非常期待。当然，即便没有轰20的消息，大家也并不需要灰心。航展还可以看到歼20、运20等更多国产新型战机，也有航空母舰、预警机、直20海军版等大家期待的新型航空器。这次的珠海航展将因为空军的加入而光彩四射，而且大家要相信，既然有底气宣布是战略空军，那么轰20肯定是进入了按部就班的步骤，出现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也不必急于一时，经过等待的美好才更加令人陶醉。总体来说，这次宣布迈入战略空军已经是国内空中力量建设达到了一定高度后的总结。而正如发言人所说，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飞过以前没有飞过的航线，到了过去没有去过的区域。现在的空中力量将为维护民众和平安宁发挥自己的力量，而轰20也将是其中的一员。它的出现势必让中国战略空军的实力更上一层楼。轰20什么时候才能问世？这恐怕是今年军迷界的年度最急人的问题了。不过我们急，美国和俄罗斯也各打各的算盘，暗中盯紧着中国的轰炸机项目。战略轰炸机太重要了，70年来，美国和苏联死垄断了这项技术，对再亲密的盟友和兄弟国家也没有透露过半个字。直到苏联解体，我国才得到了去淘二手货的机会。没想到竟遭到美俄的联合绞杀，硬是搅黄了我们的大好机遇。那么美俄为什么对
战略轰炸机如此忌惮，不给中国丝毫的机会呢？卧薪尝胆30年后即将出世的轰20是否能打破美俄的垄断呢？如果轰20实现了可变尾翼，它就兼具了美制轰炸机的隐身能力和苏制轰炸机的机动性。作战时，轰20把尾翼放平，隐身出动，暗中接近打击目标。等到渗透到敌后，轰20可以把尾翼翻上来，形成垂尾。依靠卓越的声阻比性能，像战斗机一样做出需要的战术动作，甚至是超音速飞行。突袭得手后，轰20可以规避敌人的还击火力，迅速撤出敌人的射程以外，然后再放平尾翼，隐身离开。这种可变尾翼结构一旦实现，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就将兼具美苏之长，打破他们的技术垄断。战略轰炸机的基本职能是核威慑、陆地上的战略导弹、海洋深处的战略核潜艇以及空中的战略轰炸机。这3种核打击力量相互配合，构成了陆海空3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目前我国的陆海核力量已经是非常可靠的，但空中力量与美俄相比尚显薄弱。轰20形成战斗力以后，将有效地巩固中国与美俄之间的核平衡。作为威慑力量，与战略导弹相比，战略轰炸机作为威慑手段也更加灵活，可以做到收放自如。比如，日本向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时，俄国往往用战略轰炸机绕日本岛飞行，进行战略恐吓。美国与伊朗剑拔弩张时，特朗普宣称自己命令美军发动空袭，在飞机起飞后又取消了命令，这都是导弹不方便做到的。我国目前的主要威慑武器是导弹，假如真把东风41打出去，就算我们打电话给拜登说那弹头是空的或者是常规的，拜登恐怕也不敢信，容易造成误判。但轰炸机不一样，威慑的意思到位了，一道命令叫回来是常规操作，可导弹叫不回来。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